加州的 Atlanta 是一座位于莫哈维沙漠边缘的小城市。过去，它因高失业率和财政困难而默默无闻，而如今 Atlanta 正因另一个身份逐渐被外界认知——合法大麻产业的孵化地。自2016年加州大麻合法化以后，这座城市率先敞开大门，吸引大量投资和初创企业。在这里，我拜访了 Ellen， 一位来自中国的女性创业者，也是 YouTube 频道 Ellen 带你看大麻的主理人。她不仅在这里创办了自己的大麻工厂，也用镜头讲述着这条少有人知的创业之路。在这一集，我们将走进 Atlanta 的工业区，跟随 Ellen 的脚步，了解一位华人女性是如何在这片沙漠中创造自己的事业。我们到门口了，今天很高兴能够过来采访 Ellen。Hello， 嗨 OK， 来，进来，来。对，这边是我们一个前台，然后呢，这是那个 C-Cell 呢，国内人可能比较熟悉，叫斯莫尔，也是一家上市公司。那他在这边有个 Co-packing Center， 给他们的客户提供服务。这是我们的一些执照了。哦，对，这是我们的简单给你图一个小的一个 tour 呗，哈。OK。这个是我们一个空间，是做 delivery，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开始做。OK。洗手间。然后呢，这是我们的一个会议室，我们经常都在这里工作的。Hello， 你好。虽然说是大麻工厂，但其实好像跟一个化工厂有点像，是吧？类似。对，因为这个提纯嘛，它其实是这样的。对，我们是用那个，比方说化学的一些溶剂，把大麻在里边那个就是有用的东西给它提出来。对。然后呢，我可以先带你看一下我们这个3个部分。然后这一块呢，是我们就是原材料区域。原材料呢，我们会放在一个非常冷的，像一个大冰箱一样。你可以进来感受一下，只有35度，所以就像冰箱一样嘛。所以我们这些就把它保持的就是保鲜，所以它的温度就会对这个原材料保持的特别好。这个就是别人，你会在别人那里采购还是怎么样？对，这个就是我想说，我现在需要大量的这个 trim。如果我们有华人有做这个行业的话，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需要大量。我现在因为我每天我可以给你看一下。这个我们就是，然后我们拿出来会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加工嘛。然后那个 trim 在这边之后，我们会到这里来进行一个提纯处理。然后现在不有员工在里面干活吗？他们那个里面是不能带手机的。这个 room 是一个要求非常高的，就当时我们在做这个PSI 认证的时候，就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它是不允许你有任何的可能潜在的风险。PSI 是个什么样的认证？因为这个就相当于是要防爆、防燃啊这些，所以你看这里不是很多的那些。那些这个各种各样的罐子嘛，很多的容器，那都是易燃易爆的。对。因为像那个我们经常用这个丁烷，为什么像有些地下的也好，或者有些如果说它安全做的不好的时候，它会容易发生爆炸，对吧？因为它那种是无色无味的，但是它呢又比空气重1.5倍，所以它会沉积在下面。如果稍微有一点静电，或稍微有一点的干燥，有点火星的话，它可能就会爆炸了。做这一套东西，你的施工周期有多长？你要把它做成可以投产？其实我们这个是确实我们已经算快的了，我们华人做是算快的了。我们大概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就 set up 这些东西。因为这个你想，我刚刚说的做认证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中间的过程啊，就是这些这个审批啊，这个什么 permit 啊，这东西都是city 啊，就包括州啊 county 啊，就各种各样的部门你都要去。你想老美做事情这个效率，我们要约 inspection。然后你约还不一定马上约得到，然后还要多久？你要等他，等他做好之后，你才能再往下一步去进行。你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城市？是因为它会稍微快一点呢，还是怎么样？因为这个城市它相对来说对这个大麻比较友好一些。是对这个产业稍微友好。对，你会发现很多城市的话，它其实就非常的严格。如果它已经有一些其他的行业，比方像原来那个沙漠，人家已经可能是在旅游方面，像 Palm Desert、Palm Spring 那边，人家旅游已经非常发达了。对。然后呢，你像那个 Long Beach 那边货运呢，对海运啊这些东西。然后像这个 city 呢，它算是比较友好。然后呢，它最近也有很多企业在这边相当于生根发芽了嘛。我们也是从其他 city 搬过来的。之前在什么 city？ 之前在 Desert Spring， 也就在 Palm Spring 那边。那个旁边，对。其实 Palm Spring 那边的话，它是以旅游为主，但是 Desert Spring 的话，那个 city 的处理事情的话，很难往前推进，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不是说你
通过个人努力。对，有的时候你的无力感就在于我这事我怎么努力我推进不下去。跟政府打交道容易碰壁那边。比方说刚开始欢迎你来的时候可能很好，但当你真的去做的时候，这个要花多久，那个花多久，你必须先做这个，你必须先做那个。对。然后它总归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当时决定我们搬过来，是因为那边下了场大暴雨，然后把那路冲断了。然后当时 CT 跟我们说，至少要花1年的时间才能修好。对，那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在起步，我们那等1年是等不了的呀。因为这个行业、这个市场、这个很多机会的话，真的时间你是没有办法那么耗下去。所以后来我们说，我们赶紧就开始到处看。后来我们就选择在这边。然后那个我简单跟你说了一下，这个是原材料，这个地方初步的一个提纯。提纯出来之后，我们会在这儿有一个 post processing。就提纯之后，我们会把这个原材料会做很多各种各样的产品。比方说我们会做一些，现在我简单给你看一下，就我们做的这品质都是非常高的那种 TGC 粉。这都已经是粉末了。对，就是从那个大麻那个就是那些小碎叶里提出来的。其实很多人不了解，尤其是我们华人，就是闻麻色变嘛。但是其实大麻浑身都是宝，就有很多像我们从这里提出来的东西也是用处很多，医药啊、娱乐都可以。像这些都是我们都已经销售出去，都已经卖出去的。这些都是一样的粉末是吧？对，这些都是。对，我可以给你打开看一下，就是这些。因为我们的品质比较高嘛，所以很多人他这个有些客户都说你有多少库存，有多少我就要多少。对，哇，现在就是我们也不愁销路这些东西。对，因为这个，但是你卖出去的时候，他们也是必须也是合法的对，合法的商家你才能卖给他们。对，是的。对，我们就会做成各种各样的产品嘛，包括我还你要如果看我朋友圈，我可能还会发一些，比方说像一些 diamond 啊。会做成，当然这个的话，这个像冰糖一样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会做成不同尺寸的东西，但是这个现在华人接触比较少了。这种就是娱乐为主，其实都可以用，因为都可以用。对，只是看你怎么去用。但是对医药来讲的话，它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因为医药它要求，比方说你纯度够高，然后呢，够细，然后好去进行后期的加工嘛。加州来讲的话，还是娱乐多。娱乐多。对，还是娱乐多。但是我们后面还会搞一些设备，我们会把这儿再分区，分成这边就是做那个 distillate 做那个榨油的区域，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后面一些加工那个区域。对。然后我们可以从这边过去，可以给你看看后那边我们还有2个空间。OK。这后面本来我们是打算做种植的，但是确实没有精力。那是我们到新设备。总共有多少尺啊？这个仓库有32000尺。但是我们这边用了大概1万尺。暂时只用了1万尺。对。你是未来准备还是要重新再规划一点其他的产能？是的。这个地方是我们现在就是做那个 diamond 的一个区域。如果说我把这个全搞满的话，我们应该加州合法的是最大规模的做 diamond 的一个厂商。那个 diamond 是个什么？diamond 就是我刚刚给你看那个，就是钻石。对，钻石。对。OK。这个现在需求量很大的，就是现在是我们还没等出来的话，就有人就已经要预定了。对，昨天还有个人跟我谈，就是他说我可不可以就是把你每周的产量全都给包下来？哇！做这个 diamond 它有技术门槛。然后这个呢，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就是。那加州这边有多少个可以像你这样做这个 diamond 的？哎呀，做 diamond 的不多，因为其实这个提纯呢，它其实执照分2种，Type 6、Type 7，就是6号执照、7号执照，就是我们大家抽那个电子烟那个执照，其实是6号执照。6号。那个的话，简单一点是吧？对，那个简单一些，但7号执照是比较难的。所以说呢。加州现在有这个执照的话，大概是在应该不到100家 ，annually 的，就是更新的不到100家。像为什么现在种植开始，大家就是竞争越来越激烈，就是在加州的话，种植执照就有5-6千家。咱们华人呢，做这个行业的来讲呢，种植的是最多的，因为种植的话，它可以灵活，可大可小。对。但做提纯的还比较少。对。然后我们现在也希望能够多跟一些华人去有些合作啊，因为之前说句实话，我们跟各种各样的老外打交道，你要是接触各种老外，你也知道了，其实我们真正在做事情的时候，华人还是效率高，反应快，沟通效率，沟通也对，而且大家的注意力基本上还是想把事情做好。就是而且华人来讲，我们基本可以知道它的底线在哪里。我给你介绍这里，这是 CCL 的一个那个 co-packing center， 它这个运营能力还是很强的。像这个呢，就相当于我们把中国制造给搬到这边来了。因为 CCL 这个好多的那个设备都是那种定制的，那这个呢就是它是一个 UV 打印机，功能很强。你看，像如果有客户他有自己的 logo 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在这把他的 logo 打上去。哇，你这些等于是包材，你也可以给他们做了。
因为这个device 这个器具是 CCL 的哦，对，然后呢，但是 CCL 因为它现在有这么大一个工厂，它可以给不同的类型的客户做服务。比方说，如果客户有自己的那个这个器具的话，这边也可以帮他们做注油啊、做包装啊这些服务。说白了，现在这个行业在发展过程当中，已经不太像早先一样，大家有点单打独斗了嘛。现在也希望多一些这样的合作，尤其是我们华人，本身在这个行业呢，其实就比较边缘。是。而且早期呢。可能有些口碑也不太好，大家会觉得啊，你们A针种的东西不好，或者你们放很多一些化学东西，你们的质量很差或怎么样。所以我们也听到了很多这样的声音。我觉得现在很多华人其实越做越好了，然后只是说每个人的就是方向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哪个方向，只要在这个行业，我还是觉得我们华人还是有机会多一些合作的。对，然后这些做一些这个包装啊，像这个的话就是全自动的，对，每个小时可以加工2000只。我们为什么觉得像很多制造业，比方说川普也好，老美也好，希望回到美国？但你觉得能回来吗？我觉得只能回这种东西。我觉得很难，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制造业它实际上是一个生态环境。对。你如果只是说哦，我把这个东西带回来，你这个人他不想干这活，你也没办法，就可以实现很多那种就是为中小客户服务的这么一个功能。这个行业现在很大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的市场是碎片化的，因为你会想，我们跟其他行业，比方说零售行业，比方 Target 这种，就都几个大的巨头。但这个行业呢，现在因为它联邦不合法，它州呢有的州合法，有的州不合法，所以它没有办法诞生像那种上市公司的超大规模的那种，说一家独大的那种。所以现在呢，很多中小的客户就非常多。比方说，他如果想自己做个品牌的话，他需要投入设备，他需要买器具，他需要买原材料，投入不管是精力也好，包括你的投入的资金也好，都会大很多。但是呢，如果说你像 CCL 这种的话，他在这边有这么一个给这种中小客户的话，那我就给你一个安置一个价格就很好了，然后你前期投入很少，你就可以有自己的品牌了。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现在在这个行业的主要还太少了。如果多一点的话，这个行业也会被中国人做出花来。但是呢，这个应该说从另外角度，它也是个机会，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上游下游全是华人的话，很卷；但如果你上游下游全是老外的话，那成本又很高。所以说呢，不能很难两全其美，有的时候。对，所以说最好怎么样呢？我们又有华人的优势，又有老美的这种市场环境，这样的话就比较好。所以我们那边的话还有一些空间，但是我们现在都没打算用。那个也是一家上市公司放在这儿的那个种植的设备，其实也蛮先进的。但是它也是种植大麻的是吧？对，但是我们现在确实没时间顾，然后我们也在想这个设备，不然的话还是让它给搬走，这样的话我们的空间会更大。空间更大呢？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比方说，我可以往终端产品方向发展。比方现在的一些零食啊、饮料啊，真正消费者，因为现在这个行业很多时候都还是那个花嘛，这属于是这个行业的特点，就是什么？这个江湖地位一直都很高。现在还有人很多是，现在还有很多娱乐，就是还是很多人在种花，很容易闻到那个味道。对，还是很多花。我们不是在那种环境长大的，但是呢，我们一旦接触这个之后呢，我们属于新一代的消费者也好，或者新一代的群体。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使用习惯就不是早先那些人，哎呀碾碎了，然后慢慢卷。然后花很多时间，然后再去收。那我肯定希望要一个现成的，直接拿过来就用。形式可以有很多，就像我刚才说，你要去 dispensary， 你可以看，哇塞，好花眼呐，什么都有，糖啊、零食啊、巧克力呀、饮料呀，各种各样都有。就是外面卖的这个商店不是很了解，是不是那个所有的那个smoke 的那个 smoke shop， 它其实那个是会不会有这个卖？smoke shop 应该不是那种纯粹的合法的那种，当然它有些灰色地带。有的人去到 smoke shop， 他也会买一些东西。但是你去，如果是你想了解这个产品，很多它叫 dispensary，有的叫药房，中文叫药房也好，叫什么也好。因为本身大麻其实本质上它是药，它被人拿去当娱乐用法了或者怎么样，它本质上还是药。它本质上在药理上，它一般是用来治疗什么东西呢？它这个用太多了，它因为它大麻素有特别多的种。对。现在其实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学还在不断的去研究它？就是因为之前的时候，因为它不合法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投入去学术研究也好啊，所以它过去发展的比较缓慢。但是现在你看。加州大学很多一些学校都已经开始有去研究它的一些用途了。当然，我就从简单的来讲的话，我是怎么用到它的？就是来这边去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跟国内沟通的时候，那你晚上就时差的，对，晚上有时候会睡觉睡不好，对不对？对。或者说一睡觉的时候手机响啊，或者手机掉啊，然后你一醒了，你半天就睡不着觉，你第二天可能就偏头疼。
就是这个情况就会当时挺困扰我的，但是我也没办法。然后我当时还买了那个止疼药，但是你知道，后来我才了解，其实在美国的止疼药是非常滥用的。其实大麻不是上瘾的，它的上瘾指数实际上跟茶和咖啡差不多，7到9之间。你烟和酒实际上就已经超过30了。所以为什么我用它的话，我不怕它？我之前不了解它，我不敢用啊，我也怕。万一上瘾了，万一倾家荡产了怎么办？而且我们肯定要做的事情，肯定要做对的事情啊。后来是什么时候你开始慢慢的去尝试？我其实就是在疫情期间，大概2000年左右，2020年左右，因为那段时间，第一个我没那么忙的时候，然后呢，也有朋友跟我去讲它的这个好处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是半信半疑。但是我刚开始是别人给我了个面膜，因为我那时候做医美的时候，把那个脸上搞了一些脓包，然后他给我了一个CBD 面膜。那个面膜当时消炎镇定效果还不错，它里面是有这个大麻的，对，有大麻素的成分。后来去了那个有一个叫线上的一个课程，叫Oxford University， 就是那个大麻大学一样的这么一个课程。我去上了几堂课，然后我对它有了解了之后的话，我才敢去 dispensary 去买东西。对，先从那个外服，对，开始先试了一下面膜。对。然后等我去 dispensary 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这什么东西我都看不懂，但是最简单的对我来说就是软糖了嘛，软糖我可以拿回家去试一下嘛，所以我第一次去店里我买的是那个软糖，然后我回家试的时候，那天晚上我就睡得特别香，我睡得特别好，就吃了1粒那个软糖。对，不能一下太多，如果一下太多会把自己吓到。再好的东西它有副作用嘛，因为你再好的东西你过量会有过量反应。对。它像一个药，但是它的最简单的用法就是你一定要从一点点开始。那你其实接触这个东西也才最多也就5年嘛。对。现在你就变成一个你自己开一个工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进入这个行业呢？我当时了解的时候，其实我就有这个想法。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呢，事实上很多人还像我一样。很抵触它，但是呢，它其实是个好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不管从商业上来讲哈，还是从个人这个做事情角度来讲，我觉得它都有机会。尤其是我们华人真的是对这个不了解，因为做这个特别多的人是广东人、福建嘛，就室内的做的话，那品质真的是很高的。我们也会拿一些他们的 trim。当然呢，因为这个行业呢，过去就像我刚刚说的，大家都是那种单打独斗的形式，所以说我希望就是以后呢，大家发展的时候，肯定华人之间也多一些这样的合作。包括呢，像你刚刚看的，我们有些工作人员都是一些老外嘛，其实我也希望慢慢有一些华人能够去，因为我之前刚开始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想过请一些华人呢？不是华人不会做呀，你觉得那个东西华人会操作吗？不会呀，对，因为我们华人毕竟接触的时间太短了。虽然我来了10几年，但是相对也算比较新一点的。那很多华人说，你招聘吗？我想来，但是他不会呀。真的操作这个确实是要一个熟练的技工。但是说实话，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些慢慢呢。有一些机会能够接触一些华人，比方说懂一些基本的一些英语啊，那他慢慢去把这些熟悉了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培养一些华人。其实说句实话，华人做事情的话，那种勤奋和那种认真，那很多老外是没办法的，或者至少说人家那么勤奋认真的好老外，人自己去创业了。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2班。2班。对，你看现在的时间是2点42嘛，我们第1班是从早上7点到下午3点，然后呢，等到3点钟。早班下班了，然后呢，那个3点到11点是下午班，然后那边有个员工会穿插在2个班中间，给这2个班做助手，10点到下午6点，这样他也能帮早晨做一些事情，也能帮下午班做一些事情。现在我们反正加上我们还有一些华人，就加上我们几个创业的这个老板们，对，所有的人大概现在是10个人左右，因为我现在2套设备，我一套做那种所谓的 Cat3 的。就干净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技术是可以把里面很多，就假如华人用了那种，即使用了一些化学用具，我们也可以给它去掉的。大概有多少个州是承认这个大麻的使用是合法的？就种植还是生产？医用应该是35个还是36个了。那是大部分了。对，绝大部分了。其实我觉得现在还不能合法的很大的原因，实际上是利益的博弈，因为现在其实抽麻的人已经超过抽烟的人数了。然后有这么多了吗？对的，也超过喝酒的人数了。就在美国啊，就是早期反大麻的人，尤其是2战那些 baby boomer 的人呢，他当时强烈反大麻的人，对不对？可是他现在也开始用大麻了，为什么？包括像美国的3大运动，叫橄榄球、棒球、篮球，这些运动联盟都已经开始，就不算禁药了。就是他们可以就承认你大麻的药用，因为包括运动员他也是很尤其长期慢性疼痛、睡眠呀、疼痛啊这些，对，包括很多方面，它都是很有用的。现在一个是老年人增长比例特别快，
真的吗？其实还我不敢相信啊。对你很多人是以为是年轻人，对不对？对对对。其实年轻人没有老年人。如果你去看那个 dispensary， 有些的那个老年人还拄着棍儿去 dispensary 呢，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但年龄大的时候，他一旦适用到它的好处之后的话，他就会去接受它。年长的人现在其实增长的速度是最大的，女性从事这个行业人很少。但是消费者还是很多的，也是越来越多的。现实上来讲的话，就是我刚才说很多的利益的博弈。你比方说，烟不想让你合法，酒也不想让你合法，制药也不想让你合法。包括当初为什么把你搞成非法，也是因为一个种族歧视的原因。因为它其实是有色人种用这些东西，白人当时是不用的，就是无论如何也要让它变成非法的。就不要让它进入主流社会了。但你现在这么多年，你看各州开始慢慢合法了。有的人呢，可能华人会觉得啊，这个美国合法是为了什么税，为了什么选票。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仅仅是为了选票的话，那他是不是会得罪很多一些反大麻的人的选票？所以说这个跟选票并不是现在实际上不能合法的很大原因就是一个利益博弈。但maybe哪一天的时候，可能是长期这个利益谈好了，它也就合法了。但是可能短时间内很难看到这种迹象。州层面是合法的，联邦层面不合法，所以这就会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之前就是有一些人种大麻或者被抓了，也会对他的移民身份有影响的，对吧？对，你要收到移民的话，最好不要跟这个相关嘛，对不对？对，因为这个的话，它联邦还不合法，跟移民身份相关的话，最好还是不要。这一套设备的产量大概是可以做到多少？哎呀，现在我们的产量还蛮大的。我们现在一天加工的 trim 的话，2个班加起来，我们一天要加工400磅的 trim。现在一个农场可能1个月量都不够我一天的量。大概是多大规模的农场？打个比方说，这家农场的话，它有3万尺的面积，那它1个月可能500-600磅。这只是一个粗略的哈。对。它这个量是可能只够我一天的量，所以我现在需要大量的 trim。你看我有的时候去北加，当天来回。是不是因为之前有一句玩笑话，就是中国人把这个经济作物做成了非经济作物，说是不是有很多人退出了或者怎么样？中国华人的影响力应该没大到那个份儿上。因为这个的话，从几十年前就是老外在种，对，或者老外在做这个事情。对。华人来做这个事情呢，其实应该说在某一块儿。像要种的话，他们都是会去打大棚这种，或者是室内。这个就看个人的情况了。大棚投资便宜啊。你室内这种投资就很高呀。对啊，你这个室内，比方说你仓库你要租金吧，你要设备吧，你这个而且你外面的话你是可以太阳光吧，室内的话你要有灯啊，投资的这个门槛是完全不一样的呀。你们的这个收购的这个价格是不是浮动也比较大？有时候。对，因为现在来讲是特别紧缺的时期。因为现在属于是大家都在找嘛，我们呢属于是华人当中比较少的做提存，也就是说如果华人有 trim 的话，可以直接卖给我们。但是华人如果说卖给其他人的话，那一定是卖给中间商。你想老美做这种的话，他可能很难直接找到华人的农场，那肯定是有人去华人农场收完之后的话，再卖给他，再卖给。但那种中间商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 lab 万一关门了，或者被检查了，或怎么样，那他这个东西就用不了了，他就可能不收了。那我们是永远要用它呀，因为我们要运营，每天都要消耗它呀。我们自己开餐馆，我们自己要食材呀。因为早期我们刚进入这行业的时候，你会听到很多人说只要100万、200万或者多少钱。其实你真正这些钱都是可以到那个 DCC 网站上去看的，而且每个 city 不一样，它这个准入门槛当然不只是一个这个钱的问题了，因为你要做很多的事情。就像我们这原来是个空仓库，你要怎么去布置它？你这地方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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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去做？这很多事情的话，不是说我 city 收多少钱，我这事能承担起来呀？你看现在我们就是早晚班接班了嘛，换班了是吧？对，现在他们都是老外员工。对，那些就是早班嘛，现在这些就是晚班嘛。你看2.57了嘛，他们就开始换班了。这2个就属于是相当于是主技师一样，对，他们的工资是25个小时。OK。对。可能他们都是本地这个 local 这个 city 的，不会住。他不一定这个city， 他有的开车也要半个小时以上。像那个 helper 的话，像25，然后20啊，18是我们这里最低的目前。重投入的一个产业，我觉得你可能如果是这个料可以收得足的话，你可以3班倒。对呀，我这再上一套设备的话，那我的生产产量我可以比现在多1倍都不止呀。我要先把这一部分先给它做稳了，我再做下一步嘛。那现在这边应该这个大麻这个行业没有一个行业的协会是吧？哎呀，这个因为就像我说的，你要是从整个行业发展角度，这还属于太早期了。太早期了。就是不要说协会，老外也许有一些这个组织了。对，因为华人一开始大家做的都很隐蔽嘛，然后基本上单打独斗嘛。现在开始慢慢可能多一些这样的机会，合作的机会了。这样的话，你可以更好的跟这个上游这个
种植的，你们有个沟通吗？对对不对？我也希望，比方说你有一些人可以看到的话，大家可以跟我联系，对不对？对，希望。然后我们也希望有一些华人呢，因为我们毕竟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有一些新一点华人可能我不知道，各种层次肯定都有嘛。但有一些人他可能是技术条件也不错，也很努力，也很勤奋，也很聪明，也很愿意去奋斗。可是他需要一个机会，那我们也希望认识这样的人呢。就是大部分的华人现在对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偏见嘛，对吧？就是可能有些人他自己去种这个东西，只是为了赚钱，他对别人吸这些东西或者是用这些东西合法去用，对他也会有偏见，他也怕。对。所以为什么我不是有个 YouTube 叫艾伦带你看大麻吗？对。你发现现在有很多人会说，哎呀，你讲的很科学，很好，很精彩，那是对这个群体了解的人。但是呢，不了解的人他会说，哎呀，你不怕遭受报应吗？哎呀，这个你这害人呢，怎么样？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有些人还是会了解他，有的人会不了解他，但是不了解的人是大部分人。华人呢，因为我们受的教育，从小长大的环境，觉得它就是毒品嘛，所以说的话，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也曾经走过这条路啊，谈麻色变呢。一听别人说，哇塞，离我远点儿。咱们也见过吸毒的人变成那样子，对不对？很吓人，是不是？但是我正是因为接触它之后，我睡觉睡得更好了，我的精神状态也更好了。尤其很多老外，你知道吗？觉得我们亚人看不出来年龄。我比很多同龄人看着年轻很多呀，我从来都是很自信，一比年龄比我年轻，一比年龄都比我年轻。你从接触到现在，你是每天都会用一些大麻吗？还是怎么样？对，我会用，我会呢，晚上睡觉前的时候用。因为第一个呢，我自己做的东西呢，我也会相当于自己做个 QC 一样，我去会了解一下它的品质怎么样。所以当我卖出去之后，如果有人说，哎，你的品质有问题，那我会告诉他没有问题。那如果他的问题可能是出在哪里，因为我做这个我一定要懂。如果你不懂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行业有太多的伪专家，不管华人也好，老外也好。所以首先第一个自己一定要懂。像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学习啊，你一定要去学习。你学的越多的话，你才能去判断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他在这个行业内到底处在一个什么的 level 上，你才有这个判断力。如果说你自己没有这个判断力的时候，我看到有些华人是投了很多钱。比方跟老外合作也好，跟谁合作也好，那你可能会亏本啊，或者不亏本的话，你也可能赚不到钱，或者赚的很多钱是被别人拿去了，你只是少一点点呀，对不对？这种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呀。我们见太多了，我们自己也踩过坑啊。回过头来说，用这个大麻，你主要是解决自己的睡眠问题，其实还有别的什么身体上的、感官上的提升吗？你觉得？对，你可以理解为它像一个超级食物一样。超级食物。对，是叫老外叫 super food 嘛哈。我里面有本书写给女生的嘛，叫它可以让你 feel better。Looks better, sleep better，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刚才就像我说的，那如果说你觉得我堕落的话，那我可能会觉得我堕落有点晚了。我如果早堕落一点的话，我可能会看着比现在还年轻。对呀，因为你睡眠好了，你整个的精神状态就好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那个做音乐的人会用它它会让你的思路会特别的活跃。比方说，我刚开始做这个 YouTube 的时候，那我就会面临着问题，创意对，包括你怎么把这个内容持续下去。你如果说我只是有一个点子，我今天说完了，我明天说什么？第一开始做那个频道的时候，我一天可以录7个视频，因为那时候可能还很多。可是你怎么去把它给持续下去，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后来就是因为有一天抽了眼之后，脑子一下子就开始我可以从探访农场呀，包括产品分享啊、知识分享啊，就是行业的发展呐，这个我一下子思路宽了，所以我当时呢就有这个 idea 了。但是呢，当我有一天我想把它上传到 YouTube 的时候，那我的名字叫什么？跟一些90后也商量。但是呢，大家都没想出更好的名字。我那天晚上吃了一个糖，正好又在泡澡嘛。然后呢，就是一下子就冒出来一个，我就简单粗暴嘛，就叫艾伦带你看大麻。这样的话，既有一个个人的 IP， 然后呢，又是跟我这个大麻相关的，然后呢，带你去看，我也看，大家一起看嘛。就是包括有的时候你有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平时可能还没想到答案的时候，你在用完之后的话，你可能那个时候你的思路就会很活跃，包括你那个时候它会放大你的感觉，听力你会更敏感。就是我举个例子，泡澡的时候，你放那个水声的时候就哗哗响声，对不对？对。可是因为你那时候它会放大你的感官，你的听的时候，你就像你闭上眼睛，你会像在山泉瀑布的感觉。然后你把它关掉的时候，它会滴答滴答的声音吗？对。那你会感觉像山间的泉水滴答，然后你会对这个声音会极其的敏感。你在睡觉前，你把它一个小手机放在耳边的时候，你听这个音乐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像在音乐会上一样。这也是一个艺术方面的一个应用嘛。对时间的感觉也放慢了，你可能过了很长时间，其实才过了几分钟、3分钟。那个时候的话，我有些时候会有些想法，有一些好的idea的时候，我会赶紧记下来。
因为我怕过后忘了。对，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方面。对，说了这么多好的，它在科学上面有没有什么稍微的一些副作用？有的，一定有的。就像我刚刚说，你再好的东西，它都有副作用，就是你不能过量。一过量的话，人就会很恐惧、很害怕嘛。就是小一点的反应，就是你比方说你口干呐，然后眼睛红啊。然后呢，你心跳加快呀，然后再严重一点，你可能会呕吐啊。有的人不小心吃过量了，那你可能一下就把自己吓着了。那个时候你可能很害怕，就害怕自己死了嘛。你初次用这个一定要小量，然后呢，你如果没什么感觉，你再增加一点点。但这个现在，因为它现在太初期了，很多人不了解的时候，一不小心就过量了。就你用它之前，你要去了解它，你就会让它为你服务。平时你可能感觉，哎，我蹦个迪好像不太协调，或者好久都没感觉了，你知道，很僵硬。但你那个时候你会感觉你人和音乐是融在一起的。你健身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疲惫啊，你也会觉得很享受。那这个还是有一部分这种类似于兴奋剂的作用。它还不是说让你兴奋，它应该让你很 peaceful。它为什么抽的人叫 stoner？它会让你像一个石头一样，你刚刚躺着你都不想动了。很多人喝酒，他会酒后，比方说暴力啊，或者酒后这个闹事儿啊什么。对。但是你会发现很少有人说抽完麻的话大家打起来，有的他会让你很快乐，你就感觉嘴角就上扬一样，然后你就很开心，不会有那种暴力的冲突那种。对，你比方说像那个有一个说唱歌手不是吗？他说。其实我们这种才降低犯罪率啊，因为你要4个混蛋坐在这抽麻的话，他不会打起来呀。你要让4个混蛋在一起喝酒的话，那肯定啪啪打起来了呀。所以为什么他说他有他的那个娱乐的作用，就是因为大家很嗨的时候，其实不是说那种嗨法，很 peaceful 很 relax 的那种嗨，是那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这个的话，只有你用了，你可能才知道那种感觉。这可能我最近可能用不了，因为我可能要去参军，如果用这个的话，体检会查出来，我就没办法进。因为现在联邦毕竟不合法嘛，所以说它很多规定还是要比较严格嘛。但是还是有很多名人，包括他在直播，马斯克他们，就是很正常的嘛，对吧？对呀，还是说这个群体不一样。你像很多老外群体的话，他是在宣传这个的呀，包括电影里啊，包括你看电影里这个东西，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呀，这个是没什么。像我现在我也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只是因为华人群体对这个的认知了解还太少了。为什么？你看我做 YouTube， 其实我做很简单，我现在可能就只是坐在那说两句，都会有人来说，这个挺好的。做这个自媒体的人太少了。如果说大家都做的话，那也轮不着我了，对不对？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做这个自媒体啊，我的主业还是做创业这个企业项目呀。我也没指望我成为一个网红，我只是希望通过这个呢，能链接到一些，对这个行业相关的一些人，合作伙伴也好，同行也好。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一个个人 IP 的时代，大家有时候可以去尝试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抛到网上，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学习和磨练嘛。因为这个行业它不像其他的行业，你想其他的行业大家还可以从互联网也好啊，或者从哪儿也好啊，这个信息很多的时候还是比较透明一些。对，这个行业它不透明，所以刚刚开始我们进入行业的时候，你要很大的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就要我是谁，不知道你是谁，不愿意跟你做生意啊。它不像一个正常的行业啊。你有生意来了，对不对？对。这个行业说你是谁，你哪来的，你干嘛的？因为这个行业有风险呀，对不对？因为你想，这个联邦不合法，你可能面临好多人，是吧？这个各种各样的，对呀。但是不合法，现在对做这个生意来讲也是个机会，因为一合法的话，你想大的资金全进来了，你比方说大的烟草公司也好啊，像那个什么，比方可口可乐啊这种大公司都不缺钱呀，咵一笔钱砸进来，你小玩家就玩不起来了呀。像我们现在还可以折腾折腾，对不对？我们现在折腾折腾，一旦联邦合法了，然后上市公司了，他不想做0到1的事情，太麻烦了吗？对不对？直接把你们收了。但是他可以直接花钱把你给收了呀。对呀，这个的话，其实你看，我想说什么？其实很多人现在对大麻不了解，就在于什么？就是像我们现在都会说，有人说，哎呀，我有大麻，你要不要？那我就会问哪一种。但是呢，现在我们对很多人对他还不了解的时候，就认为大麻好像就一个东西一样。对，我其实包括我也只知道是一个。对啊，但是这个就因为这个是不同的类别呀，你看长相不一样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也是一个食物，不同的口味啊，包括不同的作用啊，都可以的。它每一种的这个，是不是它那个效果不太一样？对，有的呢，它是可以让你很睡觉的，有的可能会让你很开心的。但是呢，也有一种人呢，他可能就像我刚刚说放大感觉，有的人呢，如果说特别容易焦虑的时候，它里边 THC 也会让你放大你的焦虑，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少用这个 THC 的东西，要用一点什么呢？比方 CBD 含量多一点的，
这样的话，就镇定一点，因为大麻素很多很多种。你看这个，我在这就可以看到员工在干嘛嘛。比方说，因为这也是法规的要求。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老外到我们这儿来看，他都说：“哎呀，你们这个 lab 是我们见过是最好的。”华人做那个制造业，可能很多时候都已经很成熟了，做得很好了。对。然后可能看这个没有太大的感觉。基本上每间房它都有2个角度、3个角度。对。对，这个房子有好几个角度。对。有一部分是属于灰色的地带嘛，对吧？对。会不会有人专门盯着你们，或者是想过来偷一些东西，或者怎么样？其实现在说实话，这个行业偷的人最多的实际上还是偷种植的。直接去偷，或者偷那种分销中心，因为我这个可以没有库存呐。我如果说当天做出来就卖掉了。对啊，种植的话，它一直有花啊，它去种啊，它去剪呀。而且这个行业被偷或被抢，很多时候实际上是内鬼，老外叫 inside job， 就很多时候是内部有人呢。他有信息，对他有这信息，他知道你什么时候该收了、该砍了，然后他去偷。像我们这个，我可以没库存呀。对。根据订单来去生产呀。一般来说，你们这个可以做到毛利要做了多少？现在这个行业其实越来越卷了，毛利的话，说实话，我们现在还在属于一个什么阶段？属于一个扩大产能阶段。如果说我现在产能如果大了的话，稳定了才好。对，比方说我的 operation cost 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说我产量一加倍的话，我成本就降下来了。这样的话，我的毛利率就会好很多。如果刚开始我做一班的时候，那我的所有的收入可能就是我的一个，这个。成本支出而已。但如果说我2班了的话，我多出来的话，那就是我的利润了。但如果能3班的话，那我可能利润就更好一些。这个确实是跟你的产量是相关的。其实这个人呢，他是有自己的品牌，他现在就到这边来跟我们有一些那个合作。对。然后这样的话，他也会知道我们这个产品是怎么做出来的。那个人这不他就他应该有一些车过来了。对。好。something like that one, right? You want something like this or bigger? This a little bit bigger. A little bit bigger. That one? That one's good, yeah. That one? Yeah. For this size, right? Yeah. Yeah, like this. I put it this. I separate this one. Because I can crush it into things. We get more. You want to check? Let's look. Yeah. Oh my God. Beautiful. Yeah. See, we have 6 here and 3 here. Wow. So right now we have 54 diamond miner. Wow. 哎，这个亮不亮？ That's You like it? Unbelievable. Unbelievable. That is very impressive. It's really cool, huh? Yeah. Right now we have 2 shifts here. Like this is from 3 to 11. Oh. Morning shift from 7 to 3. Wow. Later you will see he has his own brand called Only Diamond. Yeah. You want to look? Is it just the same thing? Good meeting you. You have to see.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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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n. This is UV printer. Oh my. We can print the logo on your device. No way. Really? Yes. Actually, you been here already twice, right? Yeah. But I didn't show you. If you have your logo, you can print the logo here. Do it yourself. So faster. Oh my God. That is amazing. Yeah. You have a lot of trim right now? We still need a lot because right now, every day, we process 400 pounds. Oh my God. 400 pounds. See, this is like Septruck. Also the same company. It was a windy drive today. I don't know. The weather is just... I will see the schedule. I will do it as soon as possible. Thank you so okay, much. No problem. Bye okay, bye. Bye. Thank you so much. No problem. 你看他们还挺会的，还带点小点心，你看到没？他想跟你做生意啊。刚刚那个人是过来送他的 trim。他是想把 trim 花钱让我来给他加工，做成是那个 diamond。但是呢，他现在也不敢跟我提价格，他就是说反正你只要给我做就行。所以你看他自己主动还交了2000块钱的定金，然后他还跟我说 no rush， 他也不会来催我，把 trim 给我，我只要给他那个 diamond， 该跟要多少钱，他给我多少钱就行了。但是说实话，现在这个价钱我都还没想好怎么收，我直接做了就直接就卖了呀，我还没做这种模式啊。哦，没做过这种就是加工模式。
对啊，之前都是你直接收原材料。对，现在我可以接受这种模式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 trim 没那么多。如果他拿了个 trim 的话，我也可以考虑啊。他上次跟我说，打个比方，1磅给我个40块钱，然后他150磅，那他大概应该，比方说付给我是6000块钱的话，他不是现在已经付了2000了吗？那他打个比方说，他再付给我4000块钱，对不对？但是呢，我也要看我这不划不划算呀。但是我还是想去尝试一下新的这种模式，因为你不可能一直有那么多的 trim。如果有人愿意来加工，这样我也让工人有活干。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要让这些工人也能够去上满这个时间，他就不走了嘛。对，工厂就是要安排好这个产能。对，这样的话，我现在哪怕我不指望他赚这个多少钱，但起码我把这个工人有活干了，所有东西在这一展示，别人就愿意跟你合作嘛。是。因为现在这个行业还是属于是早期，我们尽量能够走得超前一点。这样的话你就会更容易吸引来机会嘛。所以呢，给他们每次给他们看的时候，我可有自信了。对，这工厂就是一步步慢慢优化，然后不同找渠道整合呗，慢慢来。因为我们也是一点点的突破过来的。对，这也是一个突破吧。从别人质疑你 ，Asia 能做出什么好东西来，到现在人觉得，哎呀，我想跟你们Chinese做生意，那我也觉得是挺有成就感的。虽然我们现在还在产能的爬坡阶段，但是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希望越来越顺利。谢谢。好，如果是有合作机会的话，可以关注 Alan 带你看大麻，是吧？对，那个频道，这样，或者是直接可以跟 Alan 直接联系。好呀，对，谢谢。不客气。